6万被假跌破之后，比特币要开启上涨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比特币的周线呢，它收了一根 pin bar， 那这是非常看涨的信号。我们可以看到懒人包的说明啊，这种 pin bar candle 呢，我们出现的是 bullish pin bar， 也就是看涨的 pin bar。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的下影线部分啊，是实体部分的好几倍大。那其实，在很多实作操作的书上面呢，其实我们并不介意上面的 K 线收红还是收绿，只要下影线比实体部分长很多，那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看涨的 pin bar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出现了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还没有收线，不过我们可以稍微量一下，我们其实最高到最低点呢，它的振幅在15个百分点，而且光针的部分呢，就超过了10个百分点，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看涨的信号，或者说呢，这根 K 线啊，它可以作为周线级别止跌的信号，因为你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我们前面连续4周的下跌 K 线，那我们这周呢，终于收成一根比较看涨的 K 线，而且它的量呢是并不弱的，我认为这绝对是我们在6万企稳，我们在6万获得支撑，开始展现需求的表现。那我们再进一步到日线，其实在日线上呢，如果之前有看我们直播跟影片的朋友，我相信对目前这个结果是不会意外的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，其实我们在15000以来的上涨，假跌破之后，然后开启新的上涨，开启新的趋势，是庄家惯用的手法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6万呢，我们当时就有谈到非常有可能做假跌破，这个我们在直播在影片当中都有说过非常非常多次了，因为我们在之前呢就已经有非常多这种类似的案例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，当时在40700的地方，它也是往下做假跌破，那假跌破之后呢，就开启了我们后面的上涨了，然后我们再往回看啊，所以我个人呢是在大概6万或者说6万以下一点点的位置呢，是去加仓了现货。还有我们在当时这个位置呢，它也是往下做了假跌破。那它一旦假跌破，就代表这个位置这个点位一定非常好，因为这个点位呢，它下跌了，它可以把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给吓走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过去已经连续出现4次这样的行为了。那庄家在这里重新再玩一次这种把戏，就显得相当的合理了。不过，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看涨的形态呢，它只限于日线，也就是我不认为它会是一个周线级别开始上涨的起点，或者说这种信号还不够强烈。因为我认为，如果我们要有周线级别的上涨，比如说我们下一步我们要上涨到9万多，要到10万多的话，我们需要有新的叙事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减半过了，我们 ETF 现在流入也渐渐减少，还有美国的放水。目前看起来呢，期限一直延期啊，看起来就是遥遥无期。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新的叙事，在新的叙事诞生之前，我认为很难产生这种周线级别。我们下一步要看到9万、10万的这种上涨，我认为现在呢，仅仅只能代表我们在6万确实有支撑，支撑很强劲。那这波上涨或许好一点的话，可以到达7万出头，但你说它要再突破前高，这个就很难说，或者说我们要有更多的信号才能表明啊。那其实我们现在呢，在日线上或者我们再切小一点点，我们切到4小时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正处于一条趋势线上。我认为这个趋势线绝对是有效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产生过4个接触点，这4个接触点呢，每个都相当有效。那当然了，有人会把这2个接触点呢视为是同一个，我认为这样也没问题啊。那这样我们至少也有3个接触点，3点一线我们可以确认唯一的一条趋势线。那其实我们假跌破这件事情呢，已经是100%确认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看的就是量能啊，观察的就是量能啊。当然，我这几天因为比较不舒服，所以没有给大家直播啊。最近取消了蛮多场直播的。不过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上涨所产生的量能啊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其实我们6万绝对是个假跌破啊。当然呢，我们确认是假跌破的时候，当时的价位可能已经在6万1000多了啊，但是绝对不晚啊，绝对不晚。你可以发现
我们在下破6万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的需求是远大于供应的，而且上涨的力度其实蛮强的。那我认为，如果说我们突破了这条趋势线的话，很有可能会预示着我们一波日线级别上涨，或许下一步可能到7万出头这样的趋势，一个比较小级别的趋势。但是你要开启那种周线的就很困难了。那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就送你$30的现金哦，就是可以提币的。或你质押$5003天就可以拿到$36.5的现金哦，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。而且这两个活动你可以同时参加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所说的模型上啊，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假跌破之后延续行情。其实这种手法呢，它不仅仅是在加密货币市场，也不仅仅只在我们这波趋势，是庄家在二级市场的惯用的手法啊，甚至都被大家整理出来了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呢，像是 ICT 啊，这个有空再跟大家介绍，它有一个 PO3 模型，你可以发现呢，当我们在一个吸筹区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要开启一段新的上涨啊，那我们需要猎取这种反方向的流动性，所以它会稍微跌破这个区间之后呢，出现一个操纵区，也就是 manipulation， 对不对？一个操纵区，获取反向的流动性之后，更有利于我们原本的上涨。那其实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所缺乏的，要有足够的人作为燃料，不然行情就没办法上涨了。那我认为其实技术分析啊，或者说这种模型，它某种层面上是相通的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之前不断有谈到 reaccumulation， 这我们在之前直播当中有谈过很多次了。reaccumulation 的模型呢，它在 Phase B， 它有针对支撑最底部的支撑不断的做测试，测试的结果就是这个支撑它不会被跌破。然后我们在阶段 C 呢 ，Phase C， 它也会有假跌破。那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行情所出现的状况。不过，当然啦，获得支撑是一回事哦，我们要开启进一步的这种周线级别的上涨。那我认为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啊，只能代表6万它确实暂时不会被跌破。或许我们可以6万不被跌破呢持续2个月或者说这2个月内要再跌破6万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已经出现一个假跌破了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再看到 ETF 流入的数据，没错，为什么能上涨呢？其实上涨一定有理由的，一定有它的理由啊，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昨天呢流入的量又创下了我们你可以观察我们这1个月以来的新高，基本上是1个月以来的新高了啦。那这1个月以来的新高的 ETF 流入量呢，就把比特币往上带了一波。那这又可以印证，其实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呢，跟比特币的价格行情是完全相关的，相关性非常非常高，也算是一场及时雨了。因为如果再不流入的话，再没有资金注入，那我们6万就要确认被跌破了，这是非常不妙的。但其实假跌破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并不是说你跌破之后，然后你10天之后再拉回来，这个还是假跌破，这个就另当别论了。假跌破是下破过后，隔个1-2天、2-3天，迅速又拉回来，就像我们现在发生的状况，这种才属于假跌破。那我认为我们现在产生的非常典型的这种案例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